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是你提供的这几份关于现代云端基础设施的资料。你看啊，现在我们说的云端早就不是以前想象中那种远方的一台超级电脑了，它更像一个该怎么说？一个极度繁忙又有点混乱的数位大都会，里面有成千上百个微小的服务在互相沟通，跑在各种容器里。还可能横跨 Amazon、Google、Microsoft 好几个不同的云端平台。对，这种复杂度已经到了让人头痛的程度，常常是一个小问题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但你根本不知道源头在哪里耶。这对任何想在线上做生意的公司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啊，在你给的资料里，有3家公司，他们好像找到了驾驭这片混乱云端的秘诀。他们是 Datadog、CrowdStrike 和 Palo Alto Networks。我们不只要看看他们的技术到底有多神，更要挖出一个他们共通的，而且非常罕见的财务特征。没错。这个特征可能就是他们未来10年称霸市场的关键。对，我们会先拆解他们的技术核心，看看他们各自用什么聪明的方法去解决企业最头痛的监控和安全问题。然后我们会深入他们的财务报表，你会看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这不是巧合，而是他们能够持续甩开对手，不断创新的秘密武器。好，那我们就来拆解这个问题吧。先从 Datadog 开始，我先提一个我都可能遇过的场景。你在一个电商网站上逛了半天，终于按下结账，结果画面就一直在转圈圈，或是直接跳出错误讯息。对，在过去，工程师可能只要检查一台伺服器就好，但现在这背后可能有几百个微服务在跑，问题到底出在哪？这简直是大海捞针。你说到重点了，这就是 Datadog 想解决的大海捞针问题。他们的核心概念就是你资料里提到的可观测性的3大支柱。这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你可以把整个系统想象成一个超级复杂的包裹配送中心。哦，包裹配送中心，这比喻有意思。首先是指标 metrics， 这就像挂在墙上那个超大的电子看板，显示每小时处理包裹数、诉讼带平均速度，它给你一个宏观的整体的健康状态。了解，就是看大数据，看整体的表现。没错，再来是日志 logs。如果看板上显示包裹处理数突然暴跌，你就得查原因了。日志就像是每一站工作人员的详细工作记录，上面写着下午3点05分，3号输送带突然卡住了。它记录了每一件发生过的具体事件。所以是从宏观的指标深入到微观的事件记录。那第3个支柱呢？第3个也是最关键的，叫做追踪 traces。这就像是你随机拿起一个包裹，从它进门、被扫描、放上输送带，到最后装上卡车，你拿着摄影机跟着它跑完整旅程。只有这样，你才会发现，游览问题不是输送带卡住，而是这个包裹的地址标签在某个转角被磨花了，导致后续所有流程都卡住。我懂了，所以 Datadog 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让你都是分开的，它不是让你分开去看板、工作日志和跟拍影片，它是把这3样东西全部整合在一个总控制台里。完全正确，这就是资料里提到的关联性。工程师可以在总控制台上看到指标图表往下掉，直接点一下就能跳到那个时间点的追踪路径。看到是哪个包裹出了问题，然后再点一下就找出造成问题的那几行日志记录。所以意思就是不用再开10几个不同的视窗，手忙脚乱了。真的做到在一个画面上就能掌握所有状况。对，一个画面就搞定。难怪你提供的一份案例研究会说，一家有超过500个微服务的电商导入 Datadog 之后，把平均解决问题的时间缩短了40%。这差很多。这对分秒必争的线上生意来说太重要了。而且他们还有个叫 Watchdog 的 AI 服务，它会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指标下降之前，就主动发现异常模式，提前发出警告。就像一个经验老道的主管，总能在问题变大之前就嗅到不对劲的味道。好，
所以 Datadog 就像是请了一群顶尖的医生，随时监控你公司内部所有数位器官的健康状况。但这只能解决生病的问题，防不了有人从外面攻击你。如果骇客就是那个拿着武器冲进来的人，再厉害的医生也没用。我想这就需要完全不同层次的防御了。这个比喻非常好。内部的健康监测是一回事，外部的威胁防御是另一回事。这就轮到 CrowdStrike 上场了。他们跟我们以前电脑上装的那种防毒软体是完全不同的思维。传统防毒软体像是在大门口派个警卫，但现在的骇客根本不走大门。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在不同地方流窜，可能先骇入你员工的笔电，这是端点，然后偷走你的登录账号密码，这是身份，最后再用这个账号直接潜入你在云端的伺服器，也就是云端工作负载。他们像水一样无孔不入。了解。所以 CrowdStrike 的核心理念就是，你不能只守一个点，你必须在所有这些地方同时张开一张看不见的网。所以他们的发孔平台就是这一张大网嘛。资料里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特点，它只需要一个轻量级代理程式。等等啊，轻量级，这有什么特别的吗？当然有，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大概都有过这种经验，公司的资安软体一开始扫描，你的电脑就变得跟乌龟一样慢。哦，对，疯转狂转，开个档案都要等半天。没错，那是因为传统软体很笨重。CrowdStrike 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它的代理程式非常轻巧，在背景安静地保护你，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耶。对一个有几千名员工的企业来说，光是这点就值回票价了。而且这张网是即时的。IDC 的报告里有客户回馈说 Falcon 统一的视图是一个显著优势，听起来跟 Datadog 的单一画面有点像，都是化繁为简。没错，但这里的关键字是 AI 很及时。Falcon 平台背后是世界级的威胁情知和 AI 引擎，它不是等损害造成了才来清除病毒，而是在攻击发生的那一瞬间，就立刻侦测到异常行为，并且自动反应阻断。所以速度是关键。在今天这种由 AI 驱动的攻击面前，这种速度才是生存的关键。我有点好奇，CrowdStrike 听起来已经非常强大了，它保护了我的笔电、我的账号，涵盖了所有端点。那为什么还需要 Palo Alto Networks 这样的公司？是不是说有了厉害的贴身保镖还不够，你还得把整个大楼的门窗、监视器、警报系统全部重新设计一遍？问得很好，你的比喻非常到位。CrowdStrike 确实是顶级的贴身保镖，专注于保护每个人。而 Palo Alto Networks 则是整个大楼的总建筑安全设计师，他考虑的不是单一的威胁，而是整体的安全架构。对，他们的核心策略叫做平台化。他们最早是做防火墙起家的，但现在已经进化成一个巨大的整合平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机场的塔台。塔台本身不开飞机，但它能看到领空里的所有飞机，指挥它们在哪条跑道降落，确保彼此不会相撞，让整个机场安全有序的运作。原来如此，一个是微观的保护，一个是宏观的指挥。那他们具体怎么做？他们主要有3大块业务。Strata 管网络安全 ，Prisma 管云端安全，而 Cortex 负责安全营运。特别是 Cortex 平台里的 XAIM 战术产品，就是个绝佳的例子。过去，公司的资安中心就像个警报中心，警报声响个不停，然后一群分析师得像侦探一样，从几千个警报里找出真正的威胁。听起来就很没效率。非常没效率。而 XAIM 就是要用 AI 来取代这整个流程，它能自动收集数据、分析关联、判断威胁等级，甚至自动执行应对措施。这就是资料里提到的 AI vs AI 战争。当骇客都开始用 AI 攻击时，你纯靠人类的反应速度根本就跟不上了。完全跟不上。这也呼应了资料中另一个趋势，
供应商整合，意思是企业不想再跟50几个不同的资安厂商打交道了，太乱了。没错，Palo Alto 的目标就是成为那个企业最信任的唯一的安全平台。但这里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等一下，这个平台化听起来是个完美的行销术语，但对客户来说，把所有鸡蛋都放在Palo Alto这个篮子里，会不会有风险吗？万一他们的平台出了问题，那不就等于整个公司的资安防护网都瘫痪了吗？供应商整合听起来很棒，但会不会变成一种危险的供应商绑架？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也是业界一直在辩论的。Palo Alto 会说，他们的整合平台能消除不同工具之间的防护缝隙，提供更全面的保护。但你说的没错，客户确实会担心过度依赖单一厂商。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家公司的技术实力、稳定性和信誉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必须证明，把安全交给他们，比自己拼凑一个杂牌军更可靠。好，坦白说，听到这里，我对他们的技术已经印象非常深刻了。但你之前暗示过，他们真正的秘密武器其实不在程式码里，而是在财报上。这我就真的好奇了，科技这么强的公司，通常不都是在烧钱换成长吗？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最迷人的地方。当你把这3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个惊人且共同的 DNA。首先是高速成长，这不是每年几% 的温和增长，而是爆炸性的扩张。有多爆炸？我们直接看数字 ，Datadog 的营收从2020年的6亿美金到2024年预计是26.8亿。哇 CrowdStrike 更猛，2021年还不到9亿。到2025年预计会冲到近40亿，而规模最大的 Palo Alto Networks 也从2021年的43亿，预计在2025年翻倍到92亿。哇，这成长速度太惊人了！当然，整个市场也很大了。你的一份资料提到，全球资安支出到2028年会达到3770亿美金，他们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浪潮上。没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第二个共通基因。强劲的经常性收入，他们的商业模式核心都是订阅制的 SaaS 服务，而不是卖你一套软体就结束了。这代表他们每个月、每一年都有稳定而且可以预测的现金流进来。这就带到了 Datadog 报告里那个让我吓一跳的数字。如果一个客户同时使用他们的3大支柱 product， 那么这个客户的平均花费是只用部分 product 客户的10倍以上。这就是典型的先进来再慢慢吃下来的策略吧？说得太贴切了，这就是所谓的落地与扩展。先用一个你最需要的产品让你上钩，一旦你发现真的好用，而且所有东西都能无缝整合，你就离不开它了。了解。然后你就只好把其他模组也越买越多。Palo Alto Networks 超过80%的收入也是来自订阅和资源。CrowdStrike 的 Falcon 平台更是100%的订阅制。好，高成长、稳定的订阅收入，这听起来是很多成功 SaaS 公司的模板。那你说还有第3个，而且是最关键的基因？对，第3个也是让他们鹤立鸡群的特点，就是极低的负债。我们来看你资料里的负债权益比，这个数字越低，代表公司财务越健康。Palo Alto Networks 这个数字只有 0.04， 0.04，对，低到不可思议。CrowdStrike 是 0.24， 也是非常漂亮的水准。Datadog 虽然高一点，是 0.68， 但在报告中依然被评为温和且可控。0.04，这几乎等于没有负债了。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你想想看，在现在这个利息高的吓人的时代，大部分公司光是还利息就喘不过气来了。但这几家公司，他们口袋里满满的都是现金，几乎没有负债。这不是单纯的财务健康，这根本就是他们的超级武器。超级武器。对，当你的竞争对手还在为了下一季的财报烦恼要不要裁员呢，要不要缩减研发预算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棋盘上思考未来5年的布局了。他们有底气投入几十亿美金去研发像 Precision AI 这样的次世代技术。他们可以考虑发起像传闻中 Palo Alto 要用25亿美金收购 CyberArk 这样改变赛局的并购案。哇！他们可以在全球扩张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就是你看到的，从技术优势转化为近乎无懈可击的市场主导权。我明白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看到了3家公司用3种不同的方式驯服了云端这头巨兽。Datadog 像是内部的健康监测中心，为混乱的系统带来秩序和清晰的视野。CrowdStrike 是外部的精英保镖，用 AI 和速度抵御无孔不入的威胁。而 Palo Alto Networks 则是整体的安全建筑师，从宏观的视角设计了企业的防御蓝图。而驱动这一些技术创新的是他们共通的财务引擎，爆炸性的成长、高度可预测的经常性收入，以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负债。这种组合给了他们巨大的战略自由度。对你而言，理解这些公司其实不只是在分析几家科技巨头，他们正在打造的可以说是支撑整个现代数位经济安全运作的基础设施。看懂他们，某种程度上就是看懂了未来科技版图的一大块样貌。说得很好。这也留下了一个值得你继续思考的有趣问题：当这3大平台可观测性、端点安全、网络架构越来越深地融入企业，成为技术与安全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且利用他们强大的财务实力不断收购新的能力时，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否会开始变得模糊？我们是否正走向一个由1-2家超级平台同时管理企业的云端基础设施、系统建防与资讯安全的未来？而那样的终极整合，又将为整个科技产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